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实用中文播客，看今日中国，学实用中文。我是李老师，我是麦克。不管你现在是在家里、在车里、在健身房，还是在外面逛街，欢迎来听我们今天这期节目。李老师，我上周带一个刚来中国的朋友去逛市场，他看到一件东西想买，直接按照标价付钱，我拦都没拦住，他就已经付完了。那个速度真的太快了。哈哈，这是外国人在中国市场里最常见的错误之一。很多人看到标价就以为那就是最终价格，然后马上掏钱。你朋友买的是什么？一条围巾，标价280，他直接给了300，还说不用找了。我站在旁边，看着老板的表情，那个表情我只能说非常满意，甚至有点惊喜。老板当然满意，他可能1秒钟都没想到今天会这么顺利。那条围巾如果正常砍价的话，最多也就80左右。80，他付了280，差太多了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。在中国有些地方的标价并不是真实价格，而是一个起点。你需要讲价，也就是和卖家商量，把价格往下谈，直到双方都能接受。讲价也可以叫砍价，砍就是用刀往下砍，把价格一点一点压下来。这个词听起来就很直接，也很有画面感。我第一次听到砍价这个词的时候，也觉得特别生动。但我刚来中国的时候，完全不知道哪些地方可以砍价，哪些地方不行。有一次我在超市买东西，还试着跟收银员说能不能便宜一点。他看了我一眼，那种表情我现在还记得。那个眼神你不用说，我完全能想象。超市是不能砍价的，价格是统一定好的，收银员没有权利改价格。你跟他说便宜一点，对他来说是做不到的事情。那哪些地方是可以砍价的？有没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？可以这样理解，有老板在，价格由他自己决定的地方，基本都可以砍价。比如市场、集市、路边摊、小店，这些地方都可以谈。大型连锁超市、品牌专卖店、商场里的正规门店一般不行，因为价格是统一规定的。所以关键是看对面这个人有没有决定权，有决定权的人才能谈价格，没有决定权的人，你说再多也没有用。对，这个判断很重要。另外还有一点，就算是在可以砍价的地方，也不是所有商品都能砍很多。比如旅游景点附近的摊位，价格水分通常很大，可能是正常价格的3、4倍，甚至更高。水分这个词我很喜欢，就是价格里面有多少是虚的，是可以被砍掉的部分。水分越大，说明可以降的空间越多。对，你理解得很准确。水分大的地方，砍价要更果断一点，不然最后还是会买贵。那问题来了，怎么开始砍价？我以前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第一句话该怎么说，走过去直接说便宜一点，会不会显得不礼貌？完全不会。在可以砍价的地方，卖家本来就预期你会讲价，他标的价格就是为讲价准备的。如果你不讲，他反而觉得今天运气很好。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最低多少？最低多少？是问对方最低价格，让对方先给一个新的数字，这样你就不用自己先开价。对，这句话简单直接，很有效。对方一般会给你一个比标价低的价格，但通常还不是最终价格，还可以继续谈。所以砍价是一个过程，不是一次对话就能完成的。对，是来回的过程，就像打乒乓球，一来一回。卖家每天都会砍很多次价，经验很丰富，
不过只要你掌握几个基本句子，也可以应对。那除了最低多少，还有哪些常用表达？可以说能不能便宜一点儿，这个语气比较温和。再直接一点，可以说太贵了。说完以后，先停一下。对，我的经验是，说完太贵了，有时候不需要再说别的，对方就会主动降价。对，因为沉默也是一种压力。你说完以后，不继续说话，让对方来回应，很多卖家会主动开口。这个方法我试过很多次，确实很有效。如果对方已经降了一点，但你还是觉得高，可以说再便宜一点，或者你可以主动出价，说我给你多少。出价就是你先说一个价格，不过这个需要你心里有数，不然价格报得太低，对方可能不会认真对待。对，出价要有依据，最好的方法是多问几家，先了解市场价格。这就是货比三家。对，你还可以说旁边那家更便宜，问对方能不能给同样的价格。我用过这个方法，很有用。有时候对方会直接同意，因为他不想失去这个生意。还有一个技巧，我一开始不太习惯，就是假装要走。对，这个可以说是最后的办法。你已经谈了几轮，对方还是不降到你想要的价格，你可以说那我再看看，然后开始离开。不是真的要走，而是给对方一个信号，我不是一定要买。很多时候你走几步，对方就会叫住你，然后同意你的价格。但如果对方同意了，就应该买，不能再继续压价。对，这是基本的礼貌。如果对方已经让步了，你还继续压，就不太合适。所以砍价是一个平衡，不是单方面压对方，而是双方都接受。说得很好。还有一个常见问题，就是很多人会表现得太想要这个东西。这个我真的犯过。我看到喜欢的东西会一直看，还会多摸几次，结果价格一直降不下来。因为卖家已经看出来你很想要。所以要装作随便看看。对，要显得不在意，这样对方才会更容易让步。一种状态叫漫不经心。对，是一种策略。说到市场，我在深圳的华强北也去过，那种地方可以砍价吗？可以，但空间比较小。那里的商家经验很丰富，你需要先了解市场价格，还要多问几家。这就是水位，也就是正常价格水平。对，数码产品价格比较透明，但还是可以谈一点。那语言方面，如果中文不好，会不会吃亏？会有一点影响，但不大。只要会说最低多少，太贵了，再便宜一点就够用了。所以简单中文也很有帮助。对，说中文本身就是一个信号，让对方觉得你懂一点行情。如果不想说话，可以用手机打字吗？可以，还有很多人用计算器。用数字交流。对，你输入一个价格，他输入一个，再修改，最后达成一致。这个方法对初学者很友好，而且很直接。说到我那个朋友，我现在还有点后悔当时没拦住他。没关系，下次就会有经验。现在我如果不讲价，会觉得自己吃亏了。说明你已经适应这种方式了。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成功砍价的经历？欢迎分享。特别是那种砍得很多的故事，可以告诉大家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下期见。拜拜。